万众期待的悬疑惊悚美剧《星期三》终于来了。该剧由剪刀手爱德华的神级导演蒂姆·伯顿打造，珍娜·奥尔特加更是把女主孤僻的哥特风格演绎到了极致。学校里所有人都在嘲笑亚当斯是个怪胎，甚至还有人敢把他弟弟绑在柜子里。亚当斯只是触碰一下弟弟，就在幻象中看到了欺负他弟弟的男生。面对这群男生的挑衅，他直接拎起2袋食人鱼扔进了泳池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男生受到惨不忍睹的制裁。亚当斯父母无奈之下动用了家族里的关系，为他办理了第9次转学。然而这所学校收纳的可都不是普通孩子，每一个都拥有着不同凡人的能力。临走前，妈妈将家族里最重要的项链交给了他。叛逆的亚当斯向妈妈保证他会从这里逃走，然而他并没意识到老爸还留有后手，他要用这只满是疤痕的宠物来监视女儿。来到宿舍的第1天，亚当斯就撕掉了窗户上的贴膜。室友无法理解女孩子会厌恶所有的彩色，但宿管老师却给亚当斯送来一束黑牡丹，他希望以此来感动亚当斯。亚当斯在这里依旧是我行我素的孤僻性格，他没注意到父亲那只后手正在监视着他。面对班级里最强同学的示威，他毫不犹豫迎战。德智体美劳全加满的亚当斯轻松拿下一局，然而他却在今天第1次尝到了败绩。内心的愤怒驱使他卸下了头盔，并要求双方摘下花剑上的保护套。这一次他用上了全力，但2人的战斗还没超过6个回合，他额头上就被黑妹留下了记号。离开时，他注意到了冒泡的饮水机，却没意识到背后藏了只大手。穿过走廊的时候，突然顶楼的雕像晃动，直勾勾地朝着他砸去。还好同学在千钧一发之际把他撞开。醒来时又回到了医务室。亚当斯不明白谁想要害他，但这次可是亚当斯第1次受到别人的帮助。他一直在将自己的人生写成一部悬疑小说。今晚写作时，他悄悄看向一旁，突然掀起被子抓到了大手。大手可怜巴巴地趴在桌子上求饶。亚当斯给了大手2个选择：永远将他关在抽屉里，或者忠心地臣服于他。大手毫不犹豫选择了下跪。这一刻，亚当斯想到了逃脱计划。第2天，他被老师带到小镇医院来看心理医生。不论医生怎样开导，甚至聊起了亚当斯写作的小说，都无法感动他。亚当斯趁着上卫生间的机会，让大手给他递上工具，撬开了窗户，轻松顺着排水管滑了下来。逃离时撞到一个农夫，在这一瞬间，他看到了农夫出车祸的惨状。被农夫臭骂的亚当斯没太在意这份幻觉，他1天不喝咖啡就难受，但今天买咖啡时机器却坏了。作为帮忙修理机器的条件，亚当斯要求小帅帮他买1张明天的火车票。刚坐下叫亚当斯的女孩实在想不明白，男同学仅凭一张25年前的画就断定他是恶魔。更匪夷所思的是，第2天在接受佛伯勒盘问时，他又一次见到了昨晚遇害的男同学。亚当斯突然觉得这一切没那么简单，他第一时间找到即将离校的罗文，但不论怎样质问罗文都装傻充愣。亚当斯命令大手前去盯着罗文，大手一路紧紧跟到了火车站，但他的5条小短腿还不如罗文的2条腿快，关键时刻还踩到了口香糖。罗文悄悄走进了卫生间，等他出来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年男人，一人一手在门口擦肩而过，而大手却在厕所找了半天都没发现罗文的身影。他沮丧地回来给亚当斯汇报情况。亚当斯下定决心要找出这幅画隐藏的秘密。他来到了罗文遇难的树林，在这里找到了罗文遗落的破碎眼镜。触摸到的一瞬间，他顿时看到了罗文的记忆，其中一本夜影社的书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但他翻遍了图书馆都找不到那本书，反而还引起了生物老师的质疑。第2天，亚当斯坐在一个雕塑前休息时，刚好看到了夜影社的符号。夜晚，他再次来到了雕像前，
抄下了书上的每一行字幕，终于在首字母上找出了答案。他尝试着打了2次响指，果不其然，雕像缓缓地向后退去，留下一个通往密室的通道。走近以后，发现这里是一个隐蔽的图书馆。亚当斯终于找到了那本画着自己毁灭学校的书，将2幅画拼起来，的确显示了学校的末日景象，而这却是罗文妈妈在25年前预知的未来。她趁着学校组织社区活动时，悄悄溜进教堂的一所封闭展馆。亚当斯下意识感觉这里有解开谜题的线索，大手提醒他有所发现。墙上画着一个魔法师的画像，他突然在画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女孩，这拿着书的女孩正是他昨日在幻觉中遇到的。他告诉亚当斯一个秘密。You are the key. 亚当斯顺着画里的描述找到了一处废墟，摸到门的一刻，他窥探到了过去的时光。那个抱着书的女孩正在被修道士们欺负。亚当斯也是第一次见到了大法师约瑟夫，他把不服从他的平民百姓关在了仓库里，随后便一把火将他们燃烧殆尽。但那个女孩却在关键时刻被妈妈拯救，妈妈让她带着全族的希望逃出了仓库。There will be no escape for you. 亚当斯在惊恐中醒来，他明白了那个女孩正是自己400多年前的祖先。再次看着这个受人敬仰的大法师，亚当斯心里说不出的愤怒。他要在新教堂的开幕式上做件大事。他安排宠物大手把喷泉的水换成了汽油，等到镇长开启喷泉的一刻，大手划开一支火柴，优雅地弹向了一旁准备好的火药粉。正在庆祝的人们并没意识到快速燃烧的火药，火药缓缓爬上了法师雕像。小萝莉亚当斯为这场混乱尽情地演奏着，警长和校长都怀疑是他的所作所为，然而却找不到任何证据。雕像在熊熊大火下慢慢烧到融化。就在校长责备亚当斯时，树林里再次出现了怪兽的踪迹。然而这次受害的流浪汉却无意中拍下了全过程。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，他们找到了这台照相机，照片洗出来后让众人大吃一惊。这已经是树林里第4起怪物杀人案，每个受害者都缺少了一件器官。上课时同桌脖子上的伤疤引起了亚当斯的注意。放学后他悄悄跟到了树林，发现泽维尔在这里有个秘密基地。溜进来后，眼前的一切让他目瞪口呆，四处画满了怪物的画像，和他遇见的怪物一模一样。这一刻，亚当斯基本能断定泽维尔和怪兽有所牵连。他将2张画送到了警长手里，并声称要一起合作寻找怪物，但警长却不允许他介入。无奈的亚当斯找到了同学阿峰，他一眼就看出了画像中的位置。阿峰带着亚当斯找到了这个小洞窟，里面铺满了一地的骸骨，墙上还有一副生锈的大铁圈。亚当斯在缝隙里找出怪物的断爪，并回到泽维尔的秘密基地，在这里找出一份沾着他血液的手帕，将他们一并交给了警长去做检查。这一次，警长对亚当斯的破案能力无话可说。亚当斯与阿峰达成一致，他们要趁着晚上校园舞会时一起去监视洞窟。但当他收拾行李时，突然发现小帅找上了门。他收到了亚当斯邀请参加舞会的请帖。 Totally took me by surprise. Me too. 他这才知道是大手背着他给小帅寄的邀请函，没想到大手连舞会的礼服都给他准备好了。换上一袭黑天鹅礼服的亚当斯，在楼下遇到了等他出发的阿峰，他只能推迟这次的临时行动。 We'll go together tomorrow night, understood? 然而就在舞会刚开始时，阿峰已经悄悄来到了洞穴。他亲眼看着一个黑衣人点燃一个汽油瓶，把整个洞窟炸了个粉碎。被发现的阿峰撒腿就跑，他躲进了树林深处。就在舞会快要结束时，几个熊孩子在消防管道做了手脚，他们突然拉下了消防栓，紧接着红色的颜料铺天盖地地洒到了众人身上。在一片混乱中，亚当斯看到了阿峰有危险的幻想，他匆忙赶到树林里寻找阿峰，然而阿峰还是被怪物抓住。好在他这次没有生命危险，亚当斯心里无比内疚。就在同一天，负责验尸的佛伯勒也自我了断，警长一看就知道这是人为制造的凶杀案。与此同时，亚当斯也越来越觉得这一切似乎和邪恶的法师有所关联。亚当斯在调查学校时又有了意外发现，校长的能力竟然是变身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会再次见到遇害的罗文。罗文和厕所的男人全都是校长变换的。 You won't tell us so, Adams. And it wouldn't matter much if you did. 校长强烈表示自己只是为了保护学生，避免造成恐慌。而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一片嘈杂，草坪上燃起了一排字母的烈火，赫然写着火光将至。只见他手持祖先留下的项链，嘴上默默念着召唤先祖的咒语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把门吹开，蜡烛全部被吹灭，一个人影来到了门前。亚当斯失望地叹了口气。 Sorry. 原来是他的室友小美回来了，但就在这时，一张纸从门外塞了进来，上面用字母拼出一句给亚当斯的留言。亚当斯跟着线索来到了大法师的祭坛，小美吓得躲在外面不敢进去。亚当斯独自一人走了进来，他突然被一阵沙沙声吸引。Surprise！ 原来同学们很早就藏在这里，只是为了给他庆祝一个黑暗版的生日。这一切都是大手为他谋划的惊喜。然而亚当斯却突然被一旁的拉丁文吸引。 Fire will rain when I rise.
他猛地想起昨晚学校燃起了同样内容的火光。当亚当斯触摸到石碑的一瞬间，他顿时陷入了先祖古迪的幻境中。古迪告诉他，想要阻止邪恶法师约瑟夫，就必须要到这栋老房子里寻找线索。亚当斯将这房子的特征画了下来，但当他找同学泽维尔帮忙时，却发现泽维尔早已经画出了这栋房子。他竟然能把梦境中预知的画面画出来，甚至还可以用能力让画动起来。亚当斯终于相信了泽维尔，他按照泽维尔提供的线索来到了这座古宅，但他刚准备进门时，突然看到门内晃过一个人影。亚当斯赶忙躲在一旁，走出来的人竟然是小镇的镇长。他断定镇长和法师有所牵连，立刻吩咐大手去吸引镇长的注意。此时的镇长正在联系警长见一面。亚当斯趁着镇长被弹石子的时候，悄悄地溜进了后备箱。回到小镇已经是夜晚，镇长朝着咖啡厅的警长走去，可亚当斯却惊讶地发现，镇长被一辆蓝色卡迪拉克撞倒在地。等警长冲出时，已经为时已晚。这一刻，亚当斯实在摸不清到底谁才是坏人。夜晚，他再次召集了小帅和小美，要以补办生日派对的名义再去调查那个古堡。This place is creepy AF. I know. 力大无穷的狼人小美拽开了门板，他们在屋里找到了撞伤镇长的那辆车。一个没有蜘蛛网覆盖的雕花吸引了亚当斯的注意，他打开了这个机关，里面竟然祭拜着邪恶法师约瑟夫的画像，而蜡烛上还留有一丝余温。小美找到一间崭新的卧室，一个八音盒吸引了亚当斯的注意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楼道口出现了怪物的影子，正一步步地朝他们走来。